篝火旁，猎人正大快朵颐着刚烤好的猪肝串串，外酥里嫩的口感冲击着每一丝味蕾。咬下一大口，焦香浓郁的味道充满了整个口腔，这让他沉浸在美味的世界中，也引得周围伙伴垂涎欲滴。唇齿留香间，野性与美味的交融让猎人陶醉不已，口中还呢喃着溢美之词。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可能无法想象，在遥远的东非稀树草原，哈扎人过着几乎与数万年前祖先一样茹毛饮血般的原始生活。他们的饮食习惯生猛且狂野，接下来的一些画面可能会令你过目不忘。未经清洗的动物内脏，哈扎人会直接拿来食用。刚捕获的羚羊胃内还沾连着黄绿色的消化液和食物残渣，他们只是简单清理了一下，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享用。作为牛科动物中的一员，羚羊肉质类似于牛羊肉。由于生活在野外，运动量较大，比起我们常食用的家畜，野生羚羊肉质中含有更多的肌内脂肪和风味物质，因此野味更浓郁，口感更丰富，肉质也更加劲道。未经处理的羚羊肉带着与大多数食草动物一样的膻腥味。不过，从哈扎人大口咀嚼的表情和神态，不难看出这顿羊肚刺身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难得的美味。嚼劲十足的生羚羊肚在口中迸发出阵阵脆响，搭配金灿灿的诱人色泽，看起来也并非令人无法接受。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中国侗族的村寨小吃牛瘪汤，两者之间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牛瘪汤或牛瘪火锅会进行一定的过滤处理，并会煮熟调味。但是这种原生态的狂野吃法，我相信屏幕前很少有人敢于尝试。不过，哈扎人在饮食方面的放荡不羁远不仅限于此。曾经风靡全球的真人秀节目《荒野求生》，想必大家都看过。主持人贝尔为了补水，演示过如何从大象粪便中摄取水分，也曾展示了什么叫做自给自足的水循环。这些壮举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不论是节目作秀，还是为了收视率，这种超出常人认知观念的求生方式，还是令全球大批观众纷纷献出了膝盖。不过，网络上也经常传出荒野求生节目造假和求生方法不科学等不同声音。比如，有观众质疑喝脏水吃生肉是否会引起腹泻而导致更严重的后果。还有观众指出，节目中的部分场景可能经过导演布置或安排，而不是真正的自然发生。总之，随着节目的爆火，也让其受到了不少质疑和批评。作为一档真人秀节目，首先它是一场秀，必然存在表演的成分，观赏性才是其重中之重。观众在观看这类节目时，应理性看待娱乐性与现实生存技能之间的差距。不过，节目中传授的许多野外生存的技巧，比如寻找水源、搭建庇护所、辨识可食用植物等，对于户外运动爱好者和可能面临野外生存困境的人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节目中，主持人所展示的求生技能是自身处在极端环境中，别无选择才做出的应对措施。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都市的上班族，几乎不会面临吃生肉或喝脏水的境地，但对于哈扎人来说，这些状况却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说咀嚼带着食物残渣的羚羊肚大家觉得不足为奇，那么生吃未经冲洗的动物大肠一定会让大多数人都望而却步。想必大家都知道哺乳动物的大肠内是什么，且不提味道如何。尤其野生动物，其中存在多种致病菌，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除了细菌和寄生虫，大肠内还可能存在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哈扎人日常狩猎多以蹄兔、猫鼬、松鼠和各种鸟类居多。这些猎物由于体型较小，所以其内脏清理起来也非常麻烦。再加之缺水，它们在食用时只是简单挤一挤，就会直接送进嘴里。就这一小块，如果悬赏1万美刀，有人敢挑战吗？事实上，哈扎人并非只吃生肉，他们也会将猎物煮熟或烤熟后再食用。每当捕获到稍大的动物，他们会分成3种不同的吃法。无论是内脏刺身，还是原味烧烤，或是浓汤大乱炖，几乎不添加任何佐料。哈扎人对食物的理解与自身的生活环境和传统习惯息息相关。为了获取均衡的营养，他们还会采集各种浆果和植物的根茎，以补充维生素等必需成分。
为了满足对糖分的需求，男人们敢于不加任何防护，直接从树洞中取食蜂蜜。哈扎人狩猎时，旁边总跟随着一群忠实且勇敢的汪汪队。猎犬的存在大大提升了猎人们狩猎的成功率。与生俱来的勇敢和无畏，让他们总是在狩猎活动中首当其冲。在面临生死的紧急关头，猎物一般会进行垂死挣扎和疯狂反击，所以哈扎人的猎犬受伤几率非常高。那么，他们与哈扎人是一种怎样的合作关系呢？这种犬类为什么与我们常见的土狗外形相似，有何独特之处呢？另外，哈扎人身边的现代物品，如衣物和铁器，是从什么途径获取的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同开启本期边缘纪录片的探索之旅。今天，我将带大家深入东非国家坦桑尼亚，近距离观察哈扎人的生活，揭开这个古老民族鲜为人知的秘密和独特的生存智慧。坦桑尼亚全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都在1996年从该国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迁至现在的多多马。原因是达累斯萨拉姆曾经是德国和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为了摆脱殖民阴影，建立一个更具本土特色的首都，1974年坦桑尼亚议会决定迁都，但直到1996年才得以实施。新首都虽然经过了多年发展建设，但直到现在，多多马的交通和基础设施以及经济都不及原来的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的矿产和旅游业资源非常丰富，但工业基础薄弱，商品大多依赖进口，经济以农业为主，至今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该国总面积94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1/10，但却拥有126个民族，总人口约为6500万。作为坦桑尼亚一个受保护的古老族群，哈扎人的领地坐落在该国的中北部地区。过去，他们追随猎物的迁徙，居无定所，过着狩猎采集近乎原始的生活，直到19世纪末才与外界首次接触。政府和传教士曾试图通过引入农耕和基督教来改变他们四处漂泊的生活，但这些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近些年，随着自媒体的崛起，哈扎人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成为了不少内容创作者的优质素材。众多博主大 V 也纷纷实地探访，记录该族群日常生活的视频，在国外平台的播放量动辄上千万。国外创作者大多抱着尊重和理解的态度去了解和观察哈扎人的生活，而国内解说中大多使用夸张的描述和自认为幽默的言辞进行无下限调侃。假如你的对象吃东西还说随便，那不妨就随他一份便。厨师做饭要钱，猎人做饭要命，用掏屁股的分叉搅拌着羊。原本可以烤全羊，但黑子哥们只知道一种吃法，那便是一锅乱炖。诸如此类解说中，往往存在大量事实错误和瞎编乱造的内容，某些词汇或称呼甚至带有侮辱性。匪夷所思的是，这类创作方式大受欢迎。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通过坦桑尼亚官方公布的信息和国际权威机构的调查报告，并结合中外博主亲自探访的经历等多方资料，带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全球仅剩1000余人、极度濒危的古老土著民族。本期视频素材都选用 4K 画质，内容来源及出处我会标注在片尾或标题下方的介绍栏。哈扎人又被称为哈扎比人、哈扎贝人或哈德扎比人，不同地区有众多译法，而哈扎是最简洁且发音相近的称呼，直接取自他们的自称，也是比较尊重的一种称呼方式。他们散居在东非大裂谷的埃亚西湖沿岸和邻近的塞伦盖蒂高原。考古学家曾在这里发现了大量早期人类化石，为人类起源提供了有力证据。虽然人类起源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入，但目前最广泛被接受的观点是人类起源于非洲，其中东非大裂谷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生活在这里的哈扎人是最接近我们祖先生存方式的现存同类。他们也是研究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和适应环境的重要样本。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会为大家介绍哈扎人日常狩猎和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有些画面从现代人的观察视角来看，可能是残忍的，或者说是野蛮的，但这些正是早期人类在恶劣环境中顽强求生与自然抗争的真实写照。由于白天气温炎热，动物们大多在早晚凉爽时才出来活动，因此哈扎人会在凌晨天不亮时就空腹出门狩猎。在复杂的环境中，长时间追踪猎物对体能的消耗非常巨大，所有人都感到又累又饿。
有些猎人会因为身体过度透支而出现心慌和头晕的症状，所以每当捕获猎物后，他们会第一时间进行能量补充。内脏部分由于容易腐烂变质，他们会趁着余温尚存直接生吃。鲜嫩的肝脏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能让猎人们快速恢复体力。另外，这部分肉质容易咀嚼且好消化，因此深受青睐。长期的适应性进化，它们的肠道菌群已经能够很好地应对生食中的细菌和寄生虫。羚羊刺身只是猎人们的开胃小菜，而压轴的硬菜此刻也正在预备着。小型猎物的头部没有多少可食用的部位，煮制的话会占用锅内空间，皮毛也难以清除，所以他们会将这部分扔进火堆烧烤，然后刮掉表面烧焦的部分就能直接食用了。因为并未完全熟透，所以啃起来也较为费劲。在炖煮内脏的同时，猎人也在为另外一道大菜做准备。新鲜的羚羊腿肉质细嫩，色泽红润，无需添加任何佐料，只用架在火堆旁边烤熟即可。这种古老的烹饪方式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肉质的原始风味。内脏部分，他们通常只煮10几分钟便开始食用，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部位。虽然这一锅食物卖相并不算好看，但其中内容丰富，所包含的高浓度营养成分对于哈扎猎人的健康至关重要。不管是油腻的脂肪还是腥臭的大肠或羊宝，他们不会浪费猎物的任何一部分。骨头他们会带回去与腹腹混合熬煮后喂给猎犬，皮毛则会用作夜晚御寒保暖的衣物和头饰品。另外，哈扎人的武器也喜欢用猎物的皮毛做装饰，尤其是狒狒的皮毛，不论是做衣服还是装饰弓箭，都被视为最高的荣耀。满满一锅大乱炖，顷刻间便被几人消灭殆尽。内脏经过小火慢炖后，一部分营养融入了汤汁，人体能够快速吸收。奶白色的浓汤表面还浮着一层金黄色的油花，看起来十分诱人，猎人们自然不愿错过这来之不易的精华。他们不等放凉，便抱起锅，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优雅的猎人使用猴面包树的果壳当杯子舀着喝，凉得快还不烫嘴，满满的仪式感。火堆旁边的羚羊腿已经被烤得金黄焦脆，滋滋冒油，散发着食草动物特有的醇香。不过此刻几人已经吃饱喝足，猎人们的体力和精力完全恢复，每个人都显得神采奕奕。锅底剩余的一些散碎肉渣，他们会带回去给家人食用。在回去的路上，猎人们途经一处河谷，这里是他们旱季时为数不多的水源之一，也是附近许多动物的生命之泉。虽然水质相对清澈，但是距离猎人的群落有5公里的路程。哈扎人的水源大多依靠降雨时在低洼处形成的积水坑，由于动物的活动，水体变得浑浊，并滋生了大量微生物。但对于哈扎人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水的味道和口感，因此并不排斥。在与大自然的长期相处中，他们进化出了适应当地环境的生理机能。在饮食方面，哈扎人也并非只吃肉类食物。近些年，随着外界影响的增加和与其他社区的互动，玉米粉被逐渐引入到了哈扎人的饮食当中。作为坦桑尼亚的主食，乌加利是一种与安西玛和夫妇极为相似的食物，主要是用玉米粉熬煮而成。而夫妇是西非国家的主食，原料以木薯粉为主。恩西玛虽然也是由玉米粉制成，但主要流行于南部非洲。因为地域差异，它们在口感、风味和搭配的菜肴上都存在不同。哈扎人食用乌加利时，通常会捏成一个勺子的形状，然后盛满猎人们带回来的汤之后送入口中。玉米的清香与肉汤的醇厚相互交织，在唇齿间迸发出独特的风味。除了乌加利以外，他们也会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营养和热量。对于初到此地的外来者，蜂蜜是最容易被接受的食物。哈扎人获取蜂蜜的方法充满了智慧与勇气。这里的蜜蜂通常会将蜂巢住在隐蔽的树洞内。眼前这棵粗壮的猴面包树能为哈扎人提供取之不尽的蜂蜜。为了降低蜜蜂的攻击性，他们点燃了一堆干柴。烟雾可以干扰蜜蜂的通讯系统，掩盖它们的攻击信号。想要爬上粗壮的猴面包树，他们还需要预备一些工具。作为木棉科植物，猴面包树质地疏松，哈扎人通过往树干上打入木楔来作为支点，让它们能轻松爬上去。木棒释放出的少量烟雾并未起到干扰蜜蜂的作用。遭到入侵的蜂群发出低沉而密集的嗡嗡声，愤怒的反击如期而至。
不过采蜜人还是果断从树洞中取出了蜂巢。大多数人如果受到蜜蜂攻击，会经历数小时的剧烈疼痛，局部肿胀会持续数天。而哈扎人对蜜蜂毒素有一定的耐受性，但密集的蛰刺仍会让他们感到剧烈疼痛。有些哈扎人甚至会不做任何防护，就直接从树洞中取蜜。他们每次只取走蜂巢的一小部分，并不会一网打尽，会给蜂群恢复的能力。这种可持续的索取，让他们年复一年地享受大自然最甜蜜的馈赠。与我们食用的高纯度蜂蜜不同的是，哈扎人会直接啃食包裹着幼虫的巢穴，而这种饼状的蜂巢主要成分是蜂蜡，咀嚼起来像白纸一样干瘪无味且不易消化。尽管口感粗糙，但其中蕴藏的蜂蜜却甜美无比，营养丰富，而蜂蛹中的蛋白质含量甚至超过牛肉。对于哈扎人来说，蜂蜜不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作为非洲的明星植物，猴面包树不仅是哈扎人的百宝箱，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树。它的寿命可达5000年左右，是非洲最长寿的树木。在雨季时，猴面包树会大量吸收水分，贮藏在粗壮的树干中。当旱季来临，这些水分就成了哈扎人的救命之水，因此它也被称为救命树。另外，猴面包树的树洞还能作为哈扎人临时的庇护所，在迁徙过程中或是远离部落狩猎时，都是遮风避雨的最佳选择。猴面包树的果实中富含多种营养成分，被誉为超级食物。果肉可以用来泡水喝，也能直接食用，口感酸甜，质地很像面包。其维生素 C 含量远超橙子，钙含量甚至比菠菜还高。除了这些，其果实中还蕴含着钾、镁、铁等多种矿物质以及丰富的纤维素。果肉中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延缓衰老，保护心血管健康。猴面包树不仅是哈扎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更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它像一位慈祥的老人，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庇护着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凭借着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的生存智慧，哈扎人能够从周围环境中获取丰富多样的食物。灌木丛中的各种浆果能为他们提供身体所需的维生素。一些植物的根茎不仅富含淀粉，而且水分充足，是猎人们在野外狩猎时的应急食物。无忧无虑的少年会用弓箭从树上射下小鸟作为零食。总之，哈扎人在获取食物方面的能力堪称自然界的生存专家。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仍然坚持狩猎采集传统生活方式的群体之一，他们在语言、数字、婚姻及社会结构等方面都与现代文明截然不同，充满了独特的原始魅力和诸多不为人知的生活习惯。哈扎人拥有着丰富的肢体语言和口技天赋，他们能将动物的神态和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哈扎语被认为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其语法结构和发音方式独树一帜，与其他非洲语言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都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现代语言，哈扎语的词汇量相对较小，但它能够表达哈扎人所需要的一切。哈扎语的音系非常复杂，包含许多其他语言中没有的因素，被认为是一种孤立的语言。其在发音时会频繁出现一种有趣的点击音，这是通过舌头与口腔不同部位接触所产生的特殊音。这种哒哒声，据说有些人可以通过后天练习逐渐掌握，而有些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做到。那么，大家是否能发出这种干净清脆的哒哒声呢？哈扎人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系统，他们对数字和时间的认知非常有限。他们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年龄，而是通过自然界周期性的变化来感知时间的流逝。在数字方面，他们用一只手代表5，用2只手来代表10。对于更大的数字，他们会利用自然界中的事物来表示，比如一棵树上叶子的数量，或是天上的星星等。哈扎人大多以20至30名家庭成员为单位，组成小型群落，分散居住。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而是根据季节和食物的丰迁，周期性迁徙，因此房屋也较为简陋。在许多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哈扎人共同狩猎、分享食物的场景。尽管穿着和生活习惯都非常相似，但他们属于不同的家庭。每个家庭生活的区域很少有重叠，共同狩猎的情况也并不常见。男性成员之间多是拥有血缘关系的叔侄弟兄，
在很多关于哈扎人的介绍中，称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小型群体为部落，事实上叫他们家族更为准确。群落内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酋长或首领，也没有等级之分，家庭中的大小事务由集体商议决定，比如迁徙的方向和与邻近家族联姻的事宜等。不过那些年富力强、有着出色狩猎能力的猎人会更有话语权。此外，族人也会征求家庭中长者的建议。因为他们的选择并不多，所以分歧也少，发生争执或冲突的情况也并不多见。哈扎人的婚姻对象来自邻近的群落，且普遍存在男性入赘女方家庭的情况。与许多土著部落一夫多妻制婚姻不同的是，哈扎人遵循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作为野生动物纪录片出镜率最高的2个国家，肯尼亚与坦桑尼亚山水相连，其中被誉为动物天堂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就位于坦桑尼亚境内，与著名的恩戈罗自然保护区毗邻，都是观赏野生动物大迁徙、探寻人类进化足迹和领略火山口自然奇观的绝佳胜地。动物纪录片中的名场面——壮观的角马大迁徙，就发生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和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大草原之间。根据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网站信息显示，该国目前拥有21个国家公园，并非维基百科中显示的16个。另外，还有大约28个官方认可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因此，坦桑尼亚拥有众多明星动物，如狮子、猎狗和豹子。食草动物中的斑马、犀牛以及非洲象和长颈鹿等也生活在这里。此外，世界第2大淡水湖维多利亚湖位于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3国交界，为3国共有。该湖是非洲第1大湖，水产丰富，是整个非洲最大的淡水鱼产区。不过，与上述水草丰沛地区不同的是，哈扎人生活在东非大裂谷中部，该地区属于热带半干旱气候，旱季时高温少雨，水资源匮乏，他们通常需要跋涉数公里才能找到可饮用的水源。另外，这里的气候炎热干燥，昼夜温差非常大。每天清晨，哈扎人都会围拢在火堆旁边取暖，并商讨一天的狩猎计划。他们生活的区域虽然靠近埃亚西湖，但该湖水质盐碱度非常高，只有少数几种生物能在湖中生存。性情温和的火烈鸟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埃亚西湖地区地质历史悠久，长时间的风化和侵蚀让土壤中的矿物质养分流失严重。频繁的火山活动导致土壤成分复杂，酸性较高，加之炎热干旱，致使土壤沙化严重，诸多因素都阻碍了植物的生长。所以，哈扎人生活的地区植被多是一些低矮耐旱的灌木。粗壮的平顶金合欢树和猴面包树凭借其强大的耐旱能力，零星分布在哈扎人的领地。此外，该地区多为山地，地形复杂崎岖，灌木丛遍布带刺的荆棘。有时大风扬起的黄沙尘土会让这里看起来更加荒凉和贫瘠。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哈扎人的生存环境是非常艰苦的，但作为东非大裂谷的古老居民，他们早已经适应了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千百年来，哈扎人发展出了与众不同的狩猎技能和生存智慧。虽然自然环境并不算优渥富饶，但这里地处偏僻，远离了现代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仍有不少适应力强的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在这里，猎人与猎物之间进行了数万年的生死博弈，生存的角力从未停歇，二者都在不断适应进化。对于哈扎人来说，狩猎从来都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想要获取到足够一个大家庭所需的蛋白质，他们必须寻找那些稍大的猎物，比如羚羊、狒狒和豪猪等。这些动物生性机警，往往在猎人还未接近时便逃之夭夭。其中，狒狒尤为狡猾，是哈扎人最难对付的猎物，没有之一。即使箭已上弦，也并非百发百中，他们的狩猎成功率并不高，有时需要徒步几十公里才能捕到稍大的猎物。在与野生动物一场场旷日持久的较量中，哈扎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用于狩猎的武器主要是弓箭，有时候也会用石块作为辅助。他们的弓弦通常使用动物韧带或植物纤维制成。这种武器虽然看似原始，但其需要50至100磅的拉力才能拉满。这样的动能所造成的破坏力能对付绝大多数猎物。他们在狩猎时会尽可能找回射出去的箭支，因为铁质的箭头对他们来说非常珍贵。不过丢失和损坏的情况也不可避免。闲暇时，猎人们汇聚在一起，制作各种用途的箭支，以应对不同的环境和猎物。箭杆前端配上一小节玉米棒芯，是为了降低箭支的破坏力，保证猎物的完整。
它被称作蜻蜓点水箭，主要用来狩猎松鼠和鸟类等较小的猎物。它们还备有双开刃的锋利箭头，主要是用来对付那些皮糙肉厚的猎物。哈扎人生活的地区远离现代文明，那么这些铁制的箭头、刀具等金属制品，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取的呢？稍后我会为大家揭秘。在狩猎活动中，哈扎人除了使用物理攻击以外，也会利用生化武器来提高狩猎成功率。这种顶部沾黏着黑色毒素的箭是用来捕猎大型猎物的。带有倒钩的箭头能牢牢嵌入动物体内，期间黑色毒素会融入血液，能使猎物的心脏停止跳动。毒素是从当地的一种箭毒木中提取的，这种植物又被称为沙漠玫瑰，在全球分布广泛，有多个亚种。由于花朵美丽，整体形态较为别致，所以在有些国家常被用作观赏植物。其枝干绵软多汁，属于一种耐干旱的多肉灌木，最高能长到5米。哈扎人会在沙漠玫瑰的主干上掏出一个洞，然后将碎屑捣烂，以便收集其中的有毒汁液。其乳白色的汁液中含有多种有毒化学物质，经过浓缩提纯后，毒性将会得到强化。有些哈扎家庭也会直接将沙漠玫瑰的枝干分段后放进水中熬煮，来释放其中毒素。经过一段时间的文火加热，毒素会被释放到水中，然后捞出植物碎块，剩下的汁液需要进一步加热进行浓缩提纯。为了毒素的活性不被破坏，加热过程中必须使用小火缓慢蒸发多余水分。随着水分被逐渐蒸发，锅底粘稠的毒液会变成黄褐色。过程中需要不断搅拌，以防止糊锅。最终，它们将得到粘稠的黑褐色浓缩毒素。整个提纯过程中，手上不能有任何伤口。如果进入血液，在得不到现代医疗及时救治的情况下，只需20分钟左右就会让一个成年人彻底休息。哈扎人在烹制猎物时，会通过味道来判断猎物某些部位是否受到毒素侵染。肉质发苦的部位和猎物的伤口处会被剔除。除了毒箭以外，哈扎人还会使用带有多排倒刺的箭来对付狒狒。因为狒狒较为聪明，倒刺能防止它们拔出箭枝。即便做了万全准备，但哈扎人还是很难在白天捕猎到健康的成年狒狒。因为天性机警，行动灵活，所以不等人类靠近，它们就会迅速逃跑或躲藏起来。另外，狒狒还是一种具有强烈攻击性的动物，尤其在受到威胁时，且战斗力不可小觑。在猎犬的配合下，哈扎人有时也能捕到一些老弱病残，但仍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有时他们会趁着夜色的掩护突袭狒狒休息的山崖。这个时间段的狒狒警惕性会降低，漆黑的夜晚有助于猎人隐蔽。在这段跟拍哈扎人深夜狩猎狒狒的视频中，拍摄团队只允许在赶往山崖的途中和狩猎开始以后才能使用照明，但哈扎人通常都是摸黑行动。人类的暗适应机制能让猎人们借助星星和月亮的微弱光线看清地形和猎物。哈扎人的夜晚缺少现代照明工具，唯一的光源就是星空和篝火，这使得他们的眼睛对弱光更加敏感，拥有比现代人更强的夜视能力。在靠近狒狒营地的时候，任何光源和细微动静都会惊动他们。虽然拍摄团队被严格限制使用照明工具，但在猎人射伤狒狒后，他们第一时间打开照明，捕捉到了一些难得的画面。猎人先用弓箭成功命中了狒狒，为了防止猎物逃远，他们又用石块进行了补刀。受到致命打击的狒狒并未逃出太远就被猎人找到。虽然这是一次成功的狩猎，但猎人们也伴随着巨大风险。狒狒群休息的领地旁边就是落差几十米的悬崖。作为非洲最后的狩猎民族，凭借对环境的熟悉和丰富的经验，按理说应该能轻松获取食物，可如今他们的生活为何如此艰难呢？虽然坦桑尼亚野生动物丰富，但大多都集中在受保护的区域内。事实上，哈扎人的生活环境算不上富饶优渥，体型稍大一些的猎物在这里并非随处可见。在过去的50年中，由于砍伐树木、农业扩张和畜牧业的发展，哈扎人的狩猎面积消失了90%，许多野生动物纷纷逃离。过去，他们会跟随动物的迁徙选择定居点，而如今他们只能在政府划定的范围内生活。根据大自然保护协会公布的信息显示，哈扎人的合法领地仅为57000英亩，约等于230平方公里，大概是一个不到30公里长、8公里宽的狭窄地区。领地面积的急剧减少是他们狩猎艰难的主要原因。虽然世代以狩猎为生，但现在想要捕到羚羊、豪猪、狒狒等体型稍大一些的猎物也极为不易。
大多数情况下，哈扎人主要依靠猎犬的帮助，捕捉一些蹄兔、猫鼬、松鼠之类的小型动物来果腹。稍大些的猎物，他们往往需要追踪一整天才能成功，有一半几率是空手而归。一位国外博主在一次连续跟拍哈扎人7小时的狩猎活动中，随身携带的运动软件记录到他总共走了36000多步。根据成年人 0.65 米的步幅距离计算，他们走了近24公里，这比半程马拉松还多出几公里。虽然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他们的收获却寥寥无几，还要与族人一起分享。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食物丰富，营养均衡，按常理来说，体质应该更加结实健康。但在我浏览过大量跟拍哈扎人狩猎的视频后发现，很多博主在中途就显得体力不支。而土著部落的日常朝不保夕，食不果腹，但他们却拥有更好的身体素质。更令人不解的是，哈扎人的平均寿命仅30多岁。那么大家是如何看待这种反直觉的客观事实呢？对于哈扎人来说，食物来之不易，他们几乎会食用所能看到的任何活物。那么对于朝夕相处的猎犬，哈扎人又是如何看待食物与占有的区别呢？每个哈扎家族会根据家庭人口与狩猎能力饲养10到20只由猎犬组成的汪汪队。这个犬种虽然与中华田园犬有着相似的外形，但其属于当地血统纯正的土狗。虽然其貌不扬，但优点众多，不仅抗病性强，忠诚度高，还不挑食，且耐饥饿。哈扎人通常一天只喂一次，他们在捕猎行动中表现异常凶猛，但对待人类却极为友善。6个字总结就是既好用又好养。哈扎人与他们的猎犬建立了一种互惠的关系。作为重要的狩猎伙伴，在对付一些躲藏或逃跑的动物时，犬类能通过气味和敏锐的感官精准定位猎物，并能迅速做出反应。与生俱来的勇敢和无畏，他们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冲向猎物。在面临生死的紧急关头，猎物一般会进行垂死挣扎和疯狂反击，所以哈扎人的猎犬受伤几率非常高。他们身上每一道伤疤都是一枚勋章，这些伤痕有的来自于羚羊的追逐，有的来自于凶猛野兽的正面交锋。每一道疤痕都见证了他们为部落的生存而付出的努力，也彰显了他们无畏的勇气和刻在基因里的忠诚。因此，猎犬被哈扎人视为家庭中的一员。从情感与习俗上来说，他们都极为排斥食用犬类。同样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成员，非洲二哥因与犬科动物的外形和一些习性有相似之处，再加之其食腐的特性，这让他们幸运地被剔除在哈扎人的食谱之外。虽然猎狗名字中带有狗这个字，但它们与犬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反而与猫科的关系更为密切。除了猎犬和猎狗这2种动物，哈扎人的饮食百无禁忌。总的来说，他们与猎犬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和依赖关系，在哈扎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哈扎人如今真实的生存现状究竟如何呢？他们的平均寿命真的只有30多岁吗？根据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全球现存的哈扎人只剩下1300人左右，其中只有1/3的人过着视频中狩猎采集的传统生活。事实上，整个非洲过着纯粹狩猎采集生活的部落已经非常少见了。如果说哈扎人是整个非洲最后的狩猎采集民族，其实是不准确的。南非的布须曼人也有一小部分也过着狩猎采集的传统生活。在前面的内容中提到，哈扎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这个数据主要来自一些探访者对哈扎人部落的观察和记录。由于哈扎人对于年龄的计算方式与现代社会存在较大差异，他们往往通过口述来估算年龄，这可能与我们的实际年龄概念存在偏差。根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论文结合维基百科中提供的信息，哈扎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一般在30至40岁左右。虽然他们中也有活到60岁以上的长寿者，但这一年龄段并不多见。主要是较高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拉低了整体平均寿命。尽管哈扎妇女平均生育4个孩子，但最终能健康成长到成年的往往只有1、2个。另外，艰苦的生活环境、缺乏医疗资源以及频繁的感染和营养不良等因素，共同导致了哈扎人较低的平均寿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哈扎人的生存状况。坦桑尼亚政府会不定期为他们免费提供玉米粉、食盐以及衣物等基础生活物资。一些纪录片摄制组想要拍摄哈扎人，需要得到政府许可并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
这笔资金用于资助和保护逐渐衰落的哈扎文化。当地旅游部门也会组织哈扎部落从事一些小型商业经营活动来创收，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很多哈扎家庭就地取材，使用当地植物的种子来制作一些手工艺品，向游客出售。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建立保护区等方式，既能保护哈扎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又能为他们带来经济收益。然而，以上举措也受到不少质疑和争议。你能告诉我原始部落哪来的铁？原始部落哪来的铁？这是个好问题。这些应该就是他们的旅游公司规划的吧？对呀。有人认为，当局定期无偿的食物供给，像是对待宠物般的投喂。所划定的保护区范围过小，如同牢笼一般囚禁着他们。过度的旅游开发，让原本淳朴自由的哈扎人沦为供人消遣的吉祥物。还有人指出，哈扎人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现代社会应该尊重他们的传统，让其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应过多干预。以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强行改变他们的生活模式，会破坏哈扎人的文化和传统，而且是不可逆的。那么，对于当局的保护举措和外界的质疑，大家持怎样的看法呢？一部分思想开化的哈扎人已放弃茹毛饮血的传统生活，他们更认同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并会送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新一代哈扎人通过学习，大部分从事了导游或翻译工作，而有些则选择做一名记录和传播哈扎传统文化的全职视频博主。这些职业在坦桑尼亚都属于收入相对较高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和祖辈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即便如此，仍有极少数哈扎家庭依然遵循传统，过着天为被地为床、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他们用于狩猎的铁制箭头和刀具是用蜂蜜与邻近部落交换获得，有时他们也会使用获取到的铁自己锻造。蜂蜜是传统哈扎人的流通货币，一些受欢迎的猎物也能用作以物易物的交易。他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朴生活。尽管环境艰苦、物质匮乏，但哪怕是一块蜂蜜、一顿野味，或是夜晚来临时仰起头满天的星辰，都能使他们的内心获得巨大的宁静与满足。即便是躺在四面透风的简陋小屋里，他们也能安然入睡。哈扎人对物质的需求非常简单，拥有的一切都是必需品，他们从不追求多余的东西。简单的生活让他们内心淡然，能从微不足道的小事中获得纯粹的快乐。现代社会，人们追逐着更高品质的生活，身处消费主义的洪流中，购物满足的快感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压力。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精神世界却越来越贫瘠，为工作、房子和车子而奔波忙碌，为孩子的教育、父母的养老而烦恼，不断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却发现幸福感并未随之增长，反而欲望的不断膨胀让人们身心俱疲。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便利，手机让我们随时随地保持联系，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奇怪的是，虽近在咫尺，心却渐行渐远。原本热闹的餐桌，如今却充斥着手机屏幕发出的微光。当放下手机的那一刻，我们才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空虚之中。那么，幸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